其实现在这些资源国家都明白，听了美国的话，就算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好处可以分配给自己。如今美国都摇摇欲坠了，放着大好的生产国可以把资源变成工业品来支持的人民币不用，去相信美国人的承诺，何其愚蠢！所以即使如阿根廷接受了美国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没有一丝一毫要跟东大分手的态度。真正的症结就在于美国工业的空心化十分严重，本质上美国现在也是个资源国家，他们彼此之间呢还是个竞争关系，早已经不是产业链上游的国家了。美国的空心化就决定了他没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能给资源国的好处少之又少，还不可持续。所以就是说出花来，连肯尼亚都不肯配合，依然把35亿美元的债置换成了人民币债。就是说我们借给他美元还债，他们还我们人民币，那人民币从哪里来呢？我们肯定不买长颈鹿啊，那就需要扩大贸易，买当地的矿产资源了嘛。可以说，由于我国制造业全品类体系的急速发展，真正关上的不是别的国家的工业大门，而是将其他工业国家获得海外更多优质资源的路径也给堵住了。这个堵不是西方那种垄断意义上的堵，而是平等交易带来的堵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既不抽血也不印纸来换产品，咱家的货币既可以实打实的买到全品类的人类社会所需的工业品，又能够帮忙搞基建、修路、通电、给信号，还能够协助教技术，从 5G 到 AI 想学的都教给你，你产出来的东西卖给我就可以了，既不用你移风易俗去信教，也不给你打疫苗搞结扎，伙伴关系就水到渠成了。而反观美国呢，美联储即将启动新一轮的超大规模的释放流动性的放水，甚至我认为 QE 也没有很遥远，大放水之后，全球各类资产价格必然起飞。之前我就说过，不仅到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经济会大大的松一口气，我国之前经营了20多年获得的极高性价比的全球资源也会赚得盆满钵满。到时候美国就得用自己烂印的纸币去买被自己炒高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再说制造业回流，那就真的是天方夜谭了。到时候万斯都得连夜去背出师表啊，成本 Billy Hill 躬耕于 Ohio， 随着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可以说如今美元是想走强也不行，想走弱也不行。川普想尽办法的利用地缘影响力，想从我们这布局20多年的真龙棋局里脱身，然而实力并不允许，美元潮汐被我们通过前面提到的货币互换协议4两拨千斤的给玩失调了。原本可以收割到的南美、拉美和非洲诸国都通过我们手里的美元置换了债务，只需要还人民币就行，而摆脱了被美元潮汐血洗的命运。后来美国又计划收割乌克兰和欧洲，结果收来的又养不活现在的美元霸权。美国现在在国际上忙活的是如何在我们这20年的布局里，在零敲碎打的搞点子资源，就算不能撑住美元，好歹也能为让大家相信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做个样子。现在看川普一直在喊的制造业回流，不单纯是指美国还能继续造出东西来，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还包含极大的地缘利益的诉求在里面，就是得让资源国相信美国未来能成为一个生产国，能利用到这些国家的资源，持续的跟这些国家做生意，而不是抢他们的生意才可能。由于现在美国需要资源国的矿产是基于政治博弈的角度产生的需求，是被国家安全驱动的，而我们是真实的需求驱动的。美国这个驱动只能靠政府的预算来填满，而我们是要跟全世界做生意来驱动，这个贸易的体量、周期和发展前景都不在一个量级上。这个资源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各国都不买川普的账嘛，川普才跟各个资源国不断的较量，如此费劲，不仅下不住委内瑞拉，连哥伦比亚都要跳起来了。巴西彻底不给美国当后院了，保不保得住阿根廷都很难说。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跟美国的博弈中，币源是唯一的短板，而这场资源争夺的暗线战场，真正的战略目标就是凿空美元霸权。如今美元潮汐的收割能力早已大不如前，随着币和币托也开始采用人民币进行铁矿石的结算，人民币在矿产资源的定价方面再次取得巨大的进展。可以说，在跟美国博弈的过程中，我们的操盘者真的是如手术刀般精准，容易冲击世界经济的大动作我们都非常克制，但是直接伤及美元霸权根本的招数，那是绵绵不绝，一招接着一招的直击要害。全球资源的争夺布局如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也是如此。可以说，美国未来如果变成一种没有货的币，最大的功能也就是在金融市场里充当一个廉价的工具罢了，而人民币则可以免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不得不超发的难题，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不得不说啊，我国的治理智慧和制度优势确实是人类文明的顶尖水平。成百上千个优秀的大脑，几十年接力不断的筹谋，又哪里是西方选票政治那种养蛊模式里选出来的政治秀演员可以招架的？昨天看新闻啊，说美国又琢磨着在软件上卡我们的脖子了。而前一天，一封由55名中国消费者联合署名的关于苹果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举报信，已被递交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里的联系是，美国最大的一块蛋糕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这服务业里面最靓的仔就是苹果。可以说，下一个交锋的战场已经拉开了阵势，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保持关切哈。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